过来。跪下，舔干净。回王爷，这靴子是缎棉的，舔只会越舔越脏，不如让妾身洗干净。如此巧舌如簧，不如本王把你的舌头割下来，给本王刷鞋子如何？怎么不说话了？陆清韵，是。皇后娘娘这次倒是大方，只不过可惜了。这本王时日不多，与其留着你守寡，不如先将你变成牌位，早点下来陪本王。处理干净。是。你还要抱本王多久？王爷，王爷不是要杀妾身吗？为何又救妾身？你是本王的王爷，岂能让他人染指？要死也只能死在本王的手上。像这种疯批男主，应该用爱感化他，也如克刚。想什么呢？妾身在想，王爷方才的话令妾身倍感心疼。心疼？王爷您说自己时日无多，怕您走后妾身孤单，妾身不想王爷有事。说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我当然是王爷的人。妾身若惹王爷不悦，王爷要打要罚，妾身都毫无怨言。只是王爷身患重疾，切不可动怒。你懂医？妾身母亲祖上几代行医，妾身也略懂一二。王爷的病，妾身有法子根治。刚才本王还可以给你留个全尸，若你治不好本王身上的顽疾，定将你碎尸完了完了，原主是有医术的，我没有啊！妾身绝无半句虚言。妾身既已嫁给王爷，当然希望王爷康健，希望王爷给妾身一个医治王爷的机会。明日陪你归宁，一切等回来再说。记住，倘若你治不好本王的顽疾，陆家上下也要给本王的王妃陪葬。让王妃陪本王沐浴。是。把头抬起来。本王的身体很丑吗？妾身只听他人提及过王爷的遭遇，只是心疼王爷罢了。王爷身上的伤，是代表王爷之前受过的苦。我知道王爷毒发的时候生不如死，如今有了我，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要如何医治本王？若我没猜错的话，王爷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了吧？本王死了，你也得陪葬。王爷放心，妾身是不会让王爷死的。等王爷陪妾身归宁回来，妾身便尽快医治王爷的伤。治不好，小心你的狗头。王爷，去查清楚他的底细。如果他是皇后的人，不必理会，直接杀掉。是。王爷先好好休息，妾身陪父亲母亲用完膳了就过来。过来。父亲母亲在等着呢。不要让本王重复第二遍。早前听闻陆家大小姐才貌无双，如今一见，此言不实啊！分明是本王的王妃，更上一筹啊！你姐姐哪有你勾人啊？这疯批不会发现了我不是陆清韵了吧？王爷，一定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妾身是王爷的妻子，王爷才会觉得妾身美吧？
哦，是吗？自然是了。妾身的父母该等急了，妾身再不去，恐怕让人寻。你妾身是王爷的妻子，行夫妻之事理所应当。虽然陆府不是最佳的场所，但是王爷想要，妾身岂敢不从？给你1个时辰时间，跟家人友善，跟我回府。传闻南安王喝人血吃人肉，会在新婚夜折磨死新娘，他怎么还没死？哼，没死也不让你好过。王爷的休息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我有一个关于王妃的秘密想要告诉王爷，我想王爷会想知道。稍等。请吧。臣女陆清婉拜见王爷。你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本王？臣女斗胆一问，王爷同臣女的妹妹同过房门，民女此次前来是为了我那个痴情的傻妹妹。昨日妹妹嫁到南安王府，臣女就万分担心我这个妹妹心地善良，只是错付了感情，还请王爷您多担待。王爷，继续说，若有半句假话，本王便杀了你。王妃曾在边疆得一位恩人男子搭救，与那位恩人男子孤男寡女在边疆待了数日，才回到父亲身边。妹妹，不，王妃这些年一直惦记着那位恩人，非恩人不嫁。臣女担心我这个傻妹妹会冲撞了殿下您，所以才特来告知，那位恩人已有7年未曾出现，还请王爷您不要放在心上。说完了吗？臣女说完了，王妃她重情重义，还请王爷您不要嫌弃。说完了就滚！王妃，那个王爷，陆大小姐，她不方便。让开！本王妃才离开不久，就有人巴巴的跑来，跟本王妃的夫君共处一室了。不如王爷将姐姐那位妾室如何？你姐姐说错话了，本王替陆江教育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姐姐跟王爷说了什么，惹得王爷如此不悦。想必王爷没有杀了姐姐，一定是看在妾身的脸面吧。你脸多大？不管，反正王爷对姐姐手下留情，就是心里有妾身，妾身觉得好开心。滚！哦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本王还死不了，就算是要死，也得扒了你皮。老娘高考的时候都没有这么认真过，为了这个放屁，算得上是煞费苦心了。王妃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今天先这样吧，收拾一下。是。找死！
王爷，怎么了？陆清月，你敢骗本王？妾身没有。你心里可有别的男人？妾身的心里只有王爷，怎么会有别的男人？王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听妾身解释。妾身昨夜看医书，已经找出医治王爷的方法了。本王的救急可以找别人医治，你活着给本王添堵，王爷不如死了的好。请王爷手下留情。王爷，宫里传召，请您和王妃即刻进宫。算你命大。王妃，小莲，昨夜可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？昨夜王爷带了好些年长的婆子来，不知道在屋子里对你做了什么。今早奴婢听院子里的护卫说，昨天带来的那些婆子都被处理掉了，奴婢再也没打探到其他的了。知道了。小姐，这南王怎么这么对你啊？我们回陆府吧，这里太可怕了。岂能说回就回的？回陆府会连累我爹娘的。你放心，等我知道王爷为何发怒，就会有自救的方法。来替我梳妆吧。谢王爷饶妾身一命。本王何曾说饶你？王爷就算让妾身死，也该让妾身明白究竟犯了什么错吧。本王的东西若被他人染指，本王宁可毁了它，也不会在本王身边碍眼。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已不是清白之身，这够明显。您找人验过妾身了，妾身不知道王爷用了什么方法，但是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妾身宁死也不会认。宁死？死多简单。你说本王毁了你如何？王爷要如何毁？陆家家风清白，若是让上京城的人知道陆家嫁给本王的是个残次品，你说会不会让上京城的人用唾沫淹死啊？陆家老爷会不会气得上吊自尽啊？妾身认定的人，自然生死相随。但王爷如果因为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要毁了妾身，那妾身死心便是。你敢威胁本王？王爷，该启程了。南安王、王妃，请稍等，皇上和皇后娘娘稍后就来。你先出去，这里有本王和王妃等着就好。是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同王妃有提起话要说，你们不必进来。王爷，出去。是。你留下。王爷，你的身体……王爷，我可以帮你缓解毒发的难受。你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你说什么？本王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这他妈的是毒药！反正妾身是王爷的人，什么名誉啊、荣耀啊都不在乎了。威胁本王，等回了王府再收拾你。南安王和王妃呢？朕问你话呢？回皇上的话，方才王爷和王妃对奴婢说，觉得殿中有些烦闷，所以想出去透透气，想必是撇下奴婢们出去透气了。这个臣儿太不像话了。哼，待着别动。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南安王在这儿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晨儿，你刚才是在哪儿？皇上与本宫寻你，你怎么悄无声息的？儿臣刚才乏了，便藏在云山后打了个盹儿，
没想到父皇母后竟回来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藏在云纱帘后睡觉啊？本宫这里有贵妃榻，晨儿，你要不要再去躺一会儿啊？不了，不知父皇母后召儿臣过来所为何事啊？你母后同朕叨念，想要见见儿媳，昨日也不见你们进宫拜见，便宣你们来了。儿臣体谅王妃，因着母后赐婚，嫁给儿臣这么个病秧子。若是儿臣哪天撒手人寰了，王妃便孤寡，无人照拂，便想着先与她归宁，让她与她的家人安心。你有这心，那陆家的丫头也没白嫁给你。这南安王妃去了许久，怎么还没回来啊？青运许是刚入宫，想来不算熟悉路，儿臣这就去找。儿臣告奴婢斗胆一问，王爷王妃在哪儿？我们小姐生来胆子变小，王爷切莫拿小姐开玩笑。奴婢算是求王爷了，带我们小姐回府吧。胆子小，能7年前把身子交给别人，滚！王爷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回府。是。那王妃呢？让你安插在王府的人传回来消息没有？回娘娘的话，那便说一切无异样。南安王还似从前那般，且警惕性很高。本宫是问你，那南安王是否如他所言般体谅王妃，宠爱王妃？这个，野心并未告知奴婢。让你的人盯紧了，随时向本宫汇报。真是可惜了我前面的2次刺杀。哼，看来这个疯批有个坏后妈，怪不得能培养出疯批这种性格的人来。这个疯批是真的把我留在这里了。你是在骂本王吗？王爷，你可算来了，我等了你好久，我怕王爷不要我了。本王是来给你收尸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活下来了。我好饿，有没有吃的？没有。没有就算了，那我回府吃吧。但妾身这个样子不能见人。给你半个时辰，换不好，自己在这慢慢换。忍一会儿会死吗？王爷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皇后娘娘并不像表面对你那么好，她在你府里安插了眼线。你不惊讶？这在王府不是秘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字面意思。第一天不会把老娘当成间谍了吧？我就是担心王爷被人算计了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是谁啊？婉儿，你竟然真的不记得我了？你找到你要找的人了吗？你不要过来，我叫人了。婉儿，你都想起来了？想起什么呀？你再不走，我真喊人了。你要离开这里吗？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，我会让你记起我的。又头疼了吗？记起什么？给，吃了它，头就不疼了。走开！你这样不行的，跟我走。放开我！王爷，有个陌生人要带走王妃。放下我家王妃，不然要你狗命！婉儿，跟我走吧，我们找一处僻静的山林，过逍遥的生活，好不好？跟我走吧。放了他！我要带他离开。你觉得可能吗？等他清醒，你可以自己问问他愿不愿意留在你身边。你不珍惜，自会有人珍惜。婉儿，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，你留在他身边，只会徒增痛苦。不用你管！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他可认得本王？清楚。他院里的丫鬟呢？被人明明在门口了。我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。忘记了什么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忘记了自己的恩人？
给本王换一床新的被褥。哼，凭什么把老娘扔下来？王爷护着我的样子挺帅的吗？别说话。滚！是。昨夜那个男人是谁？不认识啊。那我怎么觉得他认识你？我哪清楚啊！我要认识他，哪会让他在院子里闹出那么大动静，对吧？那7年前是谁救的你？不知道。哎呀，是你行了吧？不管是7年前谁救的我，7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不重要了呀。重要的是现在嘛。现在我就想陪着王爷一辈子。能不能别演了？哦，被发现了吗？那我走。小莲，昨日闯进王府的男子，你认识吗？奴婢并没有看到来人，就被给迷晕了。那我以前有接触过一个戴面具的男子吗？小姐从前可是最重礼仪的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怎么会认识贵哥以外其他的男子？那我以前有没有生过大病？有，7年前小姐被蛮夷掳走的时候，被恩人救回来，确实生了一场大病，那高烧连着几日不退，老爷和夫人都急坏了。幸好遇到一位神医，将小姐给治好，那高烧才退下去的。我知道了，明日我们回陆府一趟。是。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注意身份。王妃，今日你怎么回来了？有什么要事？夫人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大小姐想家了，自然随时都能回来，哪能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呢？是啊，姐姐许是想我了。我们姐妹自小感情深厚，这才几日不见，妹妹便茶不思饭不想。爹，女儿今日前来是有一件事情要解决。哦，王妃请讲。皇后娘娘赐婚的是清韵妹妹吧？是啊，婉儿，你为何这样傻呀？哎，就算他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可他也不是从前的南安王了。你为何自毁前程，替妹妹出嫁呀？老爷这话说的，怎么？大小姐的命是命，我们韵儿的命就不是命了？爹爹不是说，年代我跟姐姐是一样的吗？嫁给南安王，并非我本意。姐姐，事已至此，你要考虑他人的后路，慎言啊！我嫁给南安王，是姨娘和清韵妹妹一手设计的。枉我对你们这么好，视你如己出，你们两个却背地里想害我的女儿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是王妃找清韵说南安王是她的救命恩人，所以这才替清韵出嫁。许是王妃在王府受了委屈，回来才是这般说辞。是啊，父亲，我怎么敢偷天换日，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你们是料定南安王会在新婚之夜杀了我，才敢编造这种谎言吧？姐姐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要替我嫁给南安王的，这肯定是你在王府过得不顺心，所以才回府这样说的。只是这婚事已经成了，自是没有反悔的道理。哼，姐姐你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没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姐姐，你是最明事理的，如今你是高高在上的王妃，妹妹以前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，还望姐姐你多多担待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。是啊，婉儿，既然事已出，我们就只能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。你也知道南安王的性子，
若是让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骗局，他定不会放过陆家的。可是青韵妹妹同王爷说，我心中只有7年前的恩人。现在王爷对我非常不满，所以我想还是换回青韵妹妹吧。反正我也没有见过皇后。姐姐不要，青韵知错了，请姐姐原谅。南安王一点都不喜欢青韵，青韵如果跟姐姐换回去，一定会生不如死的。那你说说，是不是你同姨娘将我打晕，代替你出嫁的？婉儿，说话！姐姐，我错了，是我和小娘一起合伙算计的你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嫁给南安王。听说他杀人如麻，我真的害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你真是我养的好女儿啊！你怎么能这么蛇毒心肠啊？让你姐姐代替你出嫁，你又跑到南安王那里去告他的状，你这是想毁了你姐姐呀！婉儿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？好，从今日开始，你给我滚到尼姑庵去，好好的学学女德，没有我吩咐不要回来。爹，娘，还有你蛇蝎妇人，恩父当年把你迎娶进门，就是今生最大的错。不说婉儿的终身幸福，就是代价这件事，要是被南安王知道了，我们陆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人头，那都是要拿来赔罪的呀！陆老爷为何要将脑袋割下来给本王请罪啊？见过王爷。怎么来了？本王上朝回来不见王妃，便来接王妃回家。妾身同家人有些体己话要说，不如王爷先去休息一会儿。不用跟着我了，去看着王妃。是。王妃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王爷让属下陪着王妃，若有什么需要，只要王妃开口，王爷定为王妃办到。你先下去吧，这里没什么事。是。没事的，现在南安王在陆府，还有他身边的人看着，这丫头定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再提起此事。爹方才说的话，可还作数？那是自然，谁犯的错误，谁就要受到惩罚。莲儿，你去备好车马，把大小姐送到青苔山的尼姑庵去。是。慢着，夫人。这老爷都还没说话，你怎么擅自做主就送青婉离开啊？我送婉儿去尼姑庵是为了她好，修行学习，可以为远在他乡的族谱上香祈福。老爷，爹，女儿不想去尼姑庵，女儿只想在爹爹、母亲面前尽孝。老爷，此事就这样了，爹，没什么意见吧？就依王妃的意思。明明是爹说的话，怎么就成我的意思了？是，我还有公务在身。老爷，爹，老爷，娘，我不要去青苔山当尼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好好好，我送给姨娘的大礼还满意吗？你想怎么样？告诉我7年之前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你这什么事？少跟我绕弯子。你若肯说实话，他可以不用去尼姑庵；你若是不说，我有的是法子，让他在里面待一辈子。娘，我不要。只要你不为难韵儿，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，我打你便是。7年前我的马车误闯边疆，遭蛮夷劫杀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你有证据吗？你只需回答是与不是。是，当年我是收买了护送你的家丁，让他们把你的马车放到边疆，可我真没成想会遇到蛮夷，还死了那么多家丁，我也十分自责后悔。我跟你道歉。你曾在边疆军营替人做饭，那些家丁死了，边疆一定还有你其他眼线。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何回来后会一病不起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也不在边境。再说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这里吗？你还纠结以前的事情做什么？你说。我说什么？
你在王爷面前乱叫舌根，肯定知道什么。你跟王爷说了什么？我就是说，你一直都惦念着7年前的救命恩人，姐姐重情重义，请王爷多担待姐姐而已。不说实话是吧？那你就一辈子在尼姑庵待着吧。我还同王爷说姐姐与那男厮婚数日，已是不洁之身。你为何说我跟男子厮混？为何说我不洁之身？你究竟知道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瞎说的而已。让你瞎说！娘，你若再不说，更疯的事我都做出来。我也是听娘的朋友说的，说你在边境失踪数日，回来的时候浑身是血，还是大夫人照顾了你很多天，你才醒过来的。王妃，阿山，你可知王爷当年是如何被蛮夷掳走，又在边疆待了多久？王妃，这些事情在王府可是禁忌，日后可万万不能再提。这不是在王府，王爷又不在。求求你了，以后可不能再提这种事情。王爷他最不喜的就是听到这些，听见一次便死人。我只是想关心王爷，知道这些对王爷也没有坏处。王爷7年前在边疆被蛮夷掳走，半年后才回来。等回来时，王爷性情大变，六亲不认，也不同人说话，稍有不对，他便大发雷霆，人也变得疯魔暴戾。如今7年过去了，王爷也比当时回来的时候好了许多。难道顾燕尘在救出我之后，又遇到了蛮夷的伏击？那陆清韵所言的浑身是血的被救回来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两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王妃，宫里来人说，王后娘娘请您进宫一趟。王爷呢？王爷近日有药物缠身，所以明日不能陪您一同进宫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伟大的月亮真圆啊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你是皇后娘娘的丫鬟，本王妃自然无权惩罚你，你自己去向皇后娘娘请罚吧。哎呀，王妃娘娘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一时冒犯，还请娘娘息怒。王妃，都等1个时辰了，皇后娘娘还没来，王妃先回王府吧，你这样会着凉的。别安好心啊！回王府。今日在凤仪宫发生了什么事？启禀王爷，我们王妃刚进宫门，一个宫女端着一盆凉水，照着魔王妃就泼过来了。凤仪宫的宫女说，皇后娘娘身体不适，咱们王妃就穿着湿衣服等了1下午，还请王爷为娘娘做主。还请王爷冷静，王妃在凤仪宫受辱一事，还请王爷回府，等王妃醒来再从长计议。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！还请王爷息怒，手持兵器闯进皇后娘娘凤仪宫，万万不可！滚开！晨儿，你手持长剑闯入凤仪宫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杀人！你的王妃已经走了，她不在这儿，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本王要杀的，便是你这凤仪宫的人。快去请皇上，快去！就是你用冷水泼的本王的王妃。王爷息怒，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说，是受谁指使的？本王就放了你。可还有这种事？本宫怎么不知道？这丫头也太无法无天了吧！竟然用冷水泼主子！本宫这凤仪殿万万留不得这种人。此人必然是要杀的。本王的王妃就代表着本王。本王受不得的气，王妃同样受不得。请王爷饶命。倘若再有下次，凤仪宫死的可就不是一个人。母后好生歇息，儿臣告退。方才听到了什么？奴婢瞧见南安王手持长剑闯入凤仪宫内，叫嚷着要刺杀皇后娘娘。这丫头为了保护娘娘，惨死南安王剑下，死不瞑目。如此这般，皇上会信吗？娘娘英明，皇上最是信任娘娘。倘若皇上知道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，定饶不了那南安王。
如此甚好。陪本宫去见皇上。哼，皇上，你要替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你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！要不是凤仪宫里的宫婢护着臣妾，皇上恐怕是再也见不到臣妾了。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臣儿他要杀了臣妾啊！你说什么？这件事情吧，也不能全怪臣儿，兴许是臣妾哪里做的不周到，让臣儿误会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仔细说来听听。臣妾想着，臣儿和新王妃成婚以来，臣儿的性格臣妾也知道的，臣儿不太拘泥于宫中的礼节，所以自王妃成婚以来，一直没有进宫里给臣妾和皇太后请安。那皇太后是一向最重规矩的，臣妾怕臣儿的新王妃这般做会惹皇太后不悦。臣妾倒是没什么，臣儿是臣妾养大的，自然不会计较这些小事。皇太后那边怎么办啊？说重点。于是今日臣妾便叫太监去南安王府，请南安王妃进宫。本想着提点她，谁料臣妾今日恰巧头风发作，也不知怎的就昏睡了一下午。那个奴婢也不叫臣妾，那让南安王妃在凤仪宫久等了，许是让南安王妃心中不悦。也不知道那个南安王妃回去跟臣儿说了些什么，臣儿提起剑就闯入了凤仪宫，然后他扬言要杀了臣妾。臣妾真的是太怕了，他什么都不听，我说什么他都不听，然后当着臣妾的面将臣妾身边的宫婢给杀害了。皇上，你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！臣儿自小在你的膝下长大，你们母子的关系怎么就处成这样？这是怪我没教育好啊！皇上，许是你误会了，臣妾与臣儿的关系甚是融洽。不知道是那个新王妃来了之后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臣儿就和臣妾的关系生疏了。这臣儿的新王妃不是你给选的吗？她的婚事也是你一手操办的，难道你对这女子不了解？这臣妾自然是了解的。来，眼泪擦擦，坐下说话。身上受伤没有啊？好在凤仪宫的宫婢忠心护主，臣妾并未受伤。那皇上，臣妾就先告退了。好。王爷有糖吗？糖？这药太苦了，蜜饯也行啊。母后叫儿臣来，有何吩咐？九儿，你去顾燕晨的府上，去探探他们的虚实。是。陆清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小姐贵为南安王妃，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你是？顾长风，见过嫂嫂。是九王爷，原来是皇后亲生的了。见过九王爷。嫂嫂这便走了。不然呢？嫂嫂今日要是有什么烦心事，不妨说出来，让臣弟听听。遇见你就够烦心的了，走开。臣弟与嫂嫂今日算是第一次见面，嫂嫂对臣弟怎么这样大的火气？告辞。吃我豆腐！你这只手要是不想要了，我可以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去处。疼！三哥，他对你做了什么？王爷，方才九王爷伸手摸了王妃。三哥，并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我并不是有意欺负嫂子。滚！你没事吧？母后，你怎么把陆清婉嫁给顾言晨了？不是说好的给他个庶出吗？我下旨的就是那个庶出呀。可现在陆清婉是王妃，陆家肯定会帮他，我离太子之位又远了一步。
一会儿你这样，这样，知道了吗？哼。王妃，不好了！皇上发现陆家顶替结婚的事，要治陆家的罪。什么？他们现在怎么样？被宫里的侍卫带走了。王妃，王妃，娘，胤禛，我要去找我娘。你安心养病，剩下的交给我，照顾好她。娘，你们没事吧？婉儿啊，我听牢头说是王爷救了我们，出了这档子事儿，王爷不杀我们也就算了，可为什么要救我们呢？爹，王爷就是7年前救我的恩人啊！可7年前送你回来的不是王爷呀，王爷隔了半年才从边疆回来的。那您记得7年前是谁送我回来的吗？是你师兄。我去药王谷的时候见过他一次。师兄是谁呀？是不是戴着面具？啊，对，是。他要是不说话，我还真不敢认他。药王谷，王爷的病有的治啊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做出那样的事，还连累了整个陆家。知道错了就好。爹爹，女儿愿意受罚，去青苔山思过。好。老爷，我同韵儿一块儿去。这段时间我也做了不少的错事，婉儿，姨娘对不住你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好啊。婉儿，娘找到解药了。娘，王爷已经给我解药了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家里呀，没有什么事儿，你可以回家了。王爷，你回来了。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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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。你这样不仅救不了他，连你也会死。师兄，婉儿，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是父亲告诉我的。你应该能救他吧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我为什么要救他？就当帮我嘛。不行，求你了，师兄。救他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跟我走，可以吗？救不救随你。好。救他可以，但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要求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别耽误时间。怎么样？我需要一些消过毒的银针，还有一些药材。好，我去准备。怎么样？现在怕是醒不了，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你已经1夜没睡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我。没事儿，我在这陪他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先喝口水吧。多谢。小莲，我怎么在这里睡着了？是那位戴面具的公子送你回来的。王妃，你刚醒，小心着凉。王爷怎样了？王爷还是老样子，没有苏醒的迹象。属下此次看王爷，比上次变得还凶。也该差不多了。你说什么？
今日是给你们王爷最后一次扎针。最后一针又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明日你要换个法子治疗吗？意思就是我的治疗已经结束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可是王爷还没醒，你就想着半途而废？你不是说王爷会有好转吗？12个时辰之后他就会醒。那王爷的病就拜托公子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，你的承诺什么时候兑现？总得等他醒过来之后再说吧。不行，他醒了，你我就走不了了。他手里握着30万大军，纵使我有18般武艺，也带不走你。可是我们走以后，他醒了，一样能找到我们。不会，我自有办法。只要我们出了南安王府，出了他们的监视，我会让他永远也找不到你。你不会想反悔吧？倘若你要是反悔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他再也醒不过来。你不能这样。只要你兑现承诺，跟我走，我就放过他。你想什么时候走？现在。给我半个时辰，我去找你。好。顾燕晨，再见了。你说的我都答应你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你也一定要答应我。什么条件？不许给我下毒，不许隐瞒我任何事情，要不然不管什么桃花源，我都会回来的。好。给本王倒杯水。王爷，你醒了。我说话没听到吗？属下这就去。王妃呢？王妃在这省了你10几天，刚去休息。王爷原本性命危在旦夕，这次醒来，多亏了那位戴面具的朋友。王爷，王妃不见了，只留下这张纸条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带走婉儿的。给我查，在他们出城之前查到。是。还不快去！王爷，您先休息吧，我出去找。再这样下去，您身体该吃不消了。我还能撑住。7年前我失去了他，这次本王一定要找到他。婉儿，你看看这里，熟悉吗？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咱们在药王谷的时候布置的。可是，忘记了也好，起码不会痛苦了。师兄，7年前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当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失魂落魄的，求我让我帮你去掉你的记忆，我想应该不是什么好事。婉儿，虽然你在这儿不快乐，但在这里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王爷，这都连续找半个月了，估计王妃已经出城了。您休息一下，我带人出去找。你这身体刚好，万一……放屁！就算找1年、10年，也得把王妃找回来。是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皇上让您过去。师兄，辛苦你了，这几年一直在暗中照顾我。婉儿，你都想起来了？你现在不会吵着要回去了吧？不，我要回去。师兄，当时我让你帮我消除记忆，不是因为顾燕晨欺负了我，而是我以为他死了。王妃，王爷，王爷，快看，是王妃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对我师妹不好，我会回来把她带走的。婉儿，你喜欢小孩吗？
喜欢啊。那不如我们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吧。王爷，生孩子哪是那么容易的？妾身都没有做好准备呢。顺其自然吧。好，都依你。顾言辰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